1495，这应该都是 rapper 那种在穿的吧？它小熊都是立体的，都是刺绣的。那个395，它这是汗血跑马，跟一般人骑的马不一样。495，如果我买啊，我这个要挂在这里。上班应该要穿 TJ Maxx、Marshalls 的，穿的有点奢侈。素 Polo， 这是我以为的美国梦，一间漂亮的 Lake House， 有大院子、大草坪。双车库，每天日出日落，阳光都会在湖面上闪闪发光。这是我想象中美国中产阶级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不只长这样，后面还有一大串东西。嘿，我是兔兔，旅居美国，代购15年，玩鞋30年。其实，在美国待得越久，代购做得越多，我开始怀疑，经常我们买到的好像不是衣服那么简单呢。今天不谈折扣逛街，我们来聊聊那个定义了无数人美国梦的标志 Polo。刚出社会，我记得上班的前一天，公司说不用穿西装 ，business casual 就可以了，不用衬衫 ，polo 衫就可以了。那时候我还不是很确定什么是美国的 business casual， 但 polo 我知道有个人骑马的嘛，我知道。后来我就搞懂什么是 business casual 了，也搞懂 polo 原来根本不是 polo 的，还慢慢琢磨出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样子，一个生活形态，一个蓝图。我就开始追逐那个蓝图啊，那个我想象中的美国中产的样子。我知道衣服就是衣服啊，有的剪裁不同，有的材质不同，但最重要的是 logo 不一样。我就开始观察这个 business casual 的圈子，大家穿的是什么？我发现真的很多人穿 polo 衫，尤其是那个 logo， 不止 polo 衫，衬衫也是，毛衣也是，左胸口都要刺绣一个小马 logo。有时候还要大码的。我记得有一次跟小老板去逛街，小老板挑衣服就专挑 polo 的，他就说 This is polo,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我后来才知道啊 ，polo 其实是马球的意思。polo 并不是专指 Polo Ralph Lauren， 所谓的 polo 衫 polo shirt 其实是 Lacoste 发明的。Lacoste 是法国品牌 ，Polo Ralph Lauren 是美国品牌。Ralph Lauren 本来的姓氏是 Lifshitz， 传说是因为在英文俚语里面听起来很不雅，所以家族硬是改了一个听起来充满英伦贵族气息的 Lauren。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做作。那第二个做作就是他硬生生把 Polo 这个词跟自己的品牌画上等号，这招真的很高明耶，高明到一不留神，我们真的会以为 Polo 衫就是他发明的。他明明是个纽约 Bronx 长大的美国小孩啊，却去卖马球这种英伦风的贵族运动。更讽刺的是，马球根本也不是美国的运动，马球起源于亚洲，后来被英国贵族玩成一种好像身份象征。Ralph Lauren 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一个美国人把别人的历史拿过来，包装成自己的美国梦，而且他不止包装，他还真把 Polo 这个字给注册了，导致其他的品牌，甚至那些真的在推广马球运动的协会，想要在衣服上放个 Polo 都会被他处理。这就是最顶级的美国资本，我拿了你的东西，改了你的名，最后还让全世界以为这本来就是我的。听起来真的超做作的，但现实很现实，很多人买单啊，包括我也买单。这就是胜者为王嘛，他硬是凭空创造了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世界，最后还承认那个世界的王。这份做作啊，做一点都不做作了，还香香的。我自己做代购之后啊，让我有机会进到品牌的后台啊，有更多机会跟他们打交道啊。Ralph Lauren 是代购很热门的品牌，他们自己也知道，典型的美国资本都会这样啊。我自己的代购经验很刺激，一下不准买，一下改规则，最狠的是寄出的货到物流转运站啊，还会召回，让他们还是要付运费，可见他是真的很不爽卖。但业绩不好的时候又打电话来拜托我们买一下，一天一个样啊。那真的有人多买2件同款的啊，结账柜台就叫经理，经理就会不给买。也真的有时候上午群主说不能代购啊，下午又一个一个传讯息通知，哎呀来买一下，来买一下。有人说代购在伤害品牌价值啊，但没有价值的品牌根本没有人要。而且如果品牌做得到啊，他自己就会布局填满每一个市场。事实上就是品牌做不到。Polo 有分好多线啊，向上有指标的意大利制，跟一般人骑的马不一样，它这是汗血跑马，那个395。向下有凹类线，都没有极限，那是你我都达不到的极限。很多人喜欢追逐最顶级的指标啊，或是高极限啊，但资本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尤其是美国啊，一高还有一高高哦，它一定有办法让你更贵。素 Polo 真的是低调到极点，495。如果我买啊，我这个要挂在这里。
你可以往上爬，但你一定爬不到最顶。爬到了，资本会再为你准备另一个高峰。指标的小熊 hoodie， 但小熊都是立体的，都是刺绣的。1495，这应该都是 rapper 那种在穿的吧？一般人1495我也觉得资本是没有下限的，所以专柜有啊，折扣店也有，Outlet也有，连 Goodwill 都有。尤其是 Goodwill 超级多，Goodwill 的货来自大家抖内，很多人抖内就表示很多人买，表示它真的很普及，表示它卖的那个美国中产的框架是很成功的。这就是美国资本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怕你穷，他也不怕你多有钱，他怕的就是你不玩这个游戏。他准备了各种等级的陷阱，总有一款适合你的，上下通吃，这真的超厉害的，真的超强。也有很多人觉得 Outlet 会稀释品牌价值，很喜欢讲 Outlet 款跟正柜款哪里有差，哪里不同。我其实最不喜欢讲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强的说教感。那是一定会有差别的啊，它就是要做给不同的消费族群的东西，它的目的就是不一样的。这没有谁比较好，它是做给不同人的，不用否定谁，我也不去为谁辩护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盲目的，也就默默盲目。我觉得不需要讲什么鄙视链啊来增加焦虑，知道不一定要说破啊，说破伤感情，说出哪里不同，我们也还是会被那个 logo 绑架的。尤其是如果大家都觉得那个 logo 很贵啊，我又看到打折，我还是没办法，还是乖乖买单。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也都还不错啊，不论是 Outlet 还是 Macy's， 不说穿起来多迷人多耀眼，至少舒适大方，上班跟平常穿也都很够啊，也够体面，品质其实也都 OK。我觉得如果可以更便宜当然更好了，但也没有贵到离谱。像这种就很安全啦，上班应该要穿 TJ Maxx、Marshalls 的，穿这个有点奢侈，这算贵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很安全啊，大概率是不会出错。后来我发现，原来不止小老板这样讲，我也会觉得 They are Polo Ralph Lauren,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我的美国梦是这样的：漂亮的 Lake House， 大院子、大草地。但真正的美国梦呢？其实院子要养护、要割草，车子要保险、税金，大房子夏天耗电，冬天耗瓦斯，有湖就有水，有水就有蚊子，有蚊子就有青蛙，有青蛙就有蛇，那是一个生态链。当账单跟蛇陆续出现啊，我开始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后来我才发现啊，那个有个人骑马的 logo 代表的美国梦是真的，但维持那个美国梦的账单啊、税金啊、割草工人啊，还有院子里的蛇啊，也全部都是真的。买那个 logo 挤进那个圈圈啊，没有那么困难，要 maintain 那个 status 才是最费力的。那资本没有上限啊，你永远都有追不完的 status， 资本也没有下限，总有个方式活着，也可以活得挺好的。所以老子不爽付那个费用了，换了个比较新、比较小的房子，没有湖，没有蛇，又省电省瓦斯 ，HOA 还全包。我觉得我好像看懂这个游戏，我觉得自己超高明的。但其实我又好像又跳进另一个游戏啊。好像跳来跳去总跳不出这些圈圈哦。Anyway， 但日子还是要过嘛。OK， 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shopping、折扣店这类的内容，我们每周都会更新，别忘了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了。有什么店想看、想听我聊的，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人生继续，我们下回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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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